那边有位奶奶晕倒了，我已经拨打120了，救护车马上就来。妈妈，老奶奶肯定是低血糖，快给她喂这个。妹子，这种老人不能救的，万一讹上你，你带着3个孩子会赔得倾家荡产。我虽然人穷，但是如果见死不救的话，我会内疚一辈子的。严重低血糖兼中暑，得赶紧补糖。妈妈，老奶奶嘴唇好干，是不是还要喝水呀？妈妈，给二宝已经兑好了。奶奶快醒醒，先喝点水。你给我奶奶喂了什么？石岩哥，你快看他穿的那穷酸样，谁知道他给老夫人喂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现在这种居心不良的人可太多了，专挑有钱人讹。老夫人平时身体好好的，说不定就是被他推倒的。你嘴巴放干净点儿！老太太是自己晕倒的，路边有监控。我们好心救人，你凭什么血口喷人？救人？救你？带着3个连爹都没有的孩子，跑这儿装什么大好人？不许你骂我妈妈，我们才不是坏人！这种套路见多了，不知道又是哪个想从陆家捞好处的。是不是讹人，查清楚就知道了。在奶奶醒过来，医生出结果之前，看住她，别让她走。你们凭什么限制别人的人身自由？我只看结果。如果你真没做亏心事，急什么？妈妈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家？等医生伯伯出来，我们就能走了。李主任，我奶奶怎么样？陆总，老夫人没事了。老夫人年纪大了，这次是突发严重低血糖，在室外又有点中暑，情况其实非常危险。多亏了这位女士，她第一时间给老夫人喂了高浓度的葡萄糖水，保住了血糖指标。要是再晚送来10分钟，老夫人的后果不堪设想。现在知道误会人了，晚了。苏女士，刚才是我关心则乱，多有得罪。这是1000万，算是我替奶奶给你的感谢费，也算是对刚才误会你的补偿。1000万呢，够你花几辈子了，还不快拿着？陆总，你的钱很多，但我不稀罕。我救人是因为我还有良知，不是为了配合你的被害妄想症。以后管好你身边乱咬人的玩意儿。陆师爷，你个糊涂东西，你看不出来吗？那2个男孩的侧脸跟你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。你居然拿钱砸人家！我告诉你，3天内你要是不把这母子4人给我客客气气的请回来，我这病就不治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件衣服不打折。我们店里的衣服随便一件都是5位数起步。你如果是想随便逛逛，出门左转有平价超市。你开门做生意，哪有把客人往外赶的道理？哟，这不是那天在医院装清高的骨气女吗？怎么，1000万的支票撕了，现在连件衣服都买不起了？白小姐，您认识她呀？认识啊，一个专门带着孩子到处讹人的主呗。店长，你可得盯紧了，别让他顺走店里的东西。听见没？白小姐都发话了，赶紧带着你的孩子出去，别弄脏了我们店里的地毯。哼，大宝、2宝、3宝，走，这家店的衣服配不上我们。天哪！店长，你快看，这个小丫头把你们店里最贵的定制旗袍给剪烂了，这可是50万的定制款，你女儿给剪了，你今天必须赔钱。妈妈，不是我剪的，是那个坏阿姨塞给我的。你别碰我女儿！白薇薇，你为了整我连孩子都栽赃，你还有没有底线？栽赃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栽赃了？剪刀明明就在你女儿手里拿着呢。店长，赶紧叫安保员吧。50万呢，他就算倾家荡产也赔不起。今天你要是不把50万掏出来，休想踏出这个店门一步！
你们这家店号称高端，连监控是360度无死角的都不知道吗？谁捡的衣服，调监控出来一看就知道。真不巧，我们店里的监控昨天刚坏了，还没来得及修。监控坏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石彦哥，你来的正好。这女人纵容她女儿捡坏了50万的旗袍，还想赖账。1分钟内把锦绣店里的监控录像切到店里的展示屏上。陆总，监控真的……闭嘴！石彦哥，你听我说，我只是跟他开个玩笑。50万的衣服，3岁的孩子，你管这叫玩笑？恒隆的规矩，什么时候变成看人下菜肴，帮着外人欺负顾客了？陆总，我错了，是白小姐非要我这么干的，求您网开一面啊！去财务部结账走人。另外，通知人事部，在整个海城百货行业发一份通报，这几个人，陆氏旗下所有产业及合作方永不录用。石彦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看在我们2家世交的份上，世交，通知采购部，从今天起，全面停止和白家建材的所有合作项目，把白家从陆氏的供应商名单里剔除。苏女士，今天的事还有医院的事，抱歉。苏丫头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这小子就是个一根筋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我听人说你是个很厉害的服装设计师，专门做新中式的。是的，自己接点散单。自己接单多辛苦啊！陆氏集团的高定设计部正好缺个总监。我看你刚才遇事冷静，很有主见，来陆氏上班吧。我做主，给你开行业里最高的薪水。好，老夫人，我答应您。但我话先说清楚，我凭本事拿钱，如果我能力不行，你们随时可以开除我。明天上午9点，带上简历来陆氏总部报到。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关系户，仗着老夫人一句话就坐到总监位置上了。干了10年的老员工不提拔，空降一个外人，这公司早晚要完。李姐，那咱们怎么办？该干嘛干嘛，他安排的任务你们就装听不懂，做不完，看他一个人能撑几天。谁在外面？开门！苏总监，你就在里面好好休息吧。一个靠着老夫人同情进来的关系户，也配骑到我头上？李副总监，你这是在拿公司的季度业绩开玩笑。要是耽误了提案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到时候我就用我自己的备用方案顶上，这个总监的位置还是我的。既然你想看我出丑，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实力。陆总，苏总监到现在都没出现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他肯定是觉得自己的设计拿不出手，怕丢人，直接旷工跑了。为了不耽误进度，我准备了一套备用方案。你怎么出来了？我不出来，怎么能看到李副总监这么精彩的表演？苏总监，你的设计图呢？为什么迟到？我的设计图被有心人偷走了，平板电脑也不翼而飞。但我不需要图纸，因为设计早就刻在我的脑子里。李副总监，不知道我这件临阵脱逃的作品比你的备用方案怎么样？
你胡说，我根本没拿你的平板。去查面料室走廊的监控，陆总，监控拍得很清楚，是李副总监拿走了苏总监的平板，并反锁了门。为了私人恩怨，损害公司利益，李副总监，你被开除了。另外，以故意损坏公司财务名义，扣发年终奖和遣散费，滚出陆氏。哎呦，小朋友没撞疼吧？叔叔请你吃蛋糕。谢谢叔叔，但是我不能吃芒果，我对芒果过敏，吃了会起红疹子的。长得像可以解释为巧合，但连对芒果严重过敏这种罕见的体质都一模一样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几岁了？我叫大宝，今年4岁半啦。立刻去查苏曼的过去，尤其是6年前，他有没有去过帝豪酒店？苏曼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要如实回答我。陆总，工作上的事您尽管问。 6年前的8月15号，你在哪里？6年前，帝豪酒店8806号房间，那个女孩是不是你？6年前，我被养父母为了100万彩礼送进一个老男人的房间，拼死逃出来，慌乱中躲进了8806号房。后来我怀孕了，被赶出家门，独自生下3个孩子。原来那晚的人是陆时宴。陆总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这是我的私事，我没有义务回答你。好，我不逼你，总有一天我会查清楚的。你就是那个带着3个拖油瓶把老夫人哄得团团转的苏曼，长得倒是一副狐妹子样。陆女士，请放尊重一点，我是靠自己的专业能力入职的。装什么清高？今晚是陆家的家族聚会，老夫人非要让你带着那3个小崽子来认认门。地址在请柬上，别迟到了，让我们一大家子等你一个外人。妈妈，这里好黑呀，不是说去吃大餐吗？走，宝贝们，妈妈带你们去吃好吃的烤肉。奶奶，您看那个苏曼多不懂规矩，我好心请她来吃饭，她竟然放我们全家的鸽子。这种没教养的女人根本上不得台面，你以后还是少搭理她。奶奶，你怎么了？你这个不知轻重的东西！你多大的人了，去欺负人家孤儿寡母？大冷天的，你把3个3岁的孩子骗到郊区去喝西北风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奶奶，我就是跟他开个玩笑，想给他个下马威。下马威？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规矩。从这个月起，停掉陆新月所有的家族分红和信用卡副卡。什么时候知道错了，什么时候再恢复。奶奶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您别提我的卡呀！你现在就拿出手机，在陆家的家族群里发语音道歉，连续发3天，每天说100遍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欺负人，少发1遍，你就给我搬出陆家。我错了。这件衣服是我呕心沥血的原创设计，可惜我在陆氏的时候遭到了空降总监苏曼的排挤和打压，他还企图把我的心血据为己有。幸好千禧服饰的王总慧眼识珠，才没让我的作品被埋没。苏总监，你看看网上的舆论，千禧服饰已经抢先发布了，你现在成了抄袭者，这件事让公司名誉扫地，你必须马上引咎辞职，给公众一个交代。各位激动什么？让子弹先飞一会儿不好吗？还飞什么？人家连成衣都做出来了，你拿什么证明那是你的图纸？就凭你一张嘴吗？我当然不是凭一阵分嘴，
这是我创作这张设计图图时的全过程录片，从第一笔草图到最后的上色修改，每一秒都记录得清清楚楚。反观李副总监，他能拿出哪怕一张带有修改痕迹的草稿吗？录屏又怎么样？视频的时间是可以伪造的。千玺那边一口咬定是他们先画的，这官司打起来根本扯不清。视频时间可以改，但国家版权保护中心的电子时间差，谁能改？苏总监是陆氏的人，事情还没查清楚，谁给你们的胆子逼他辞职？你早就留了后手，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？现在拿出来，只能澄清我自己。等千禧服饰把这件衣服推上行业设计大赛的舞台，我再拿出证据，那才能让他们彻底身败名裂，再也翻不了身。好，你放手去做，剩下的交给我。这是千禧服饰买美军的转账记录和 IP 地址，我已经让人查清楚了，留着给你当底牌。陆总，你为什么这么帮我？你就不怕我真的是个抄袭者，砸了陆氏的招牌？我看人的眼光不会错，你苏曼骨子里的骄傲，不屑于去偷别人的东西，我信你。哟，这不是陆氏的苏总监吗？怎么没带作品来参赛，专门跑来台下当观众了？王总，您别挖苦苏总监了，人家现在名声都臭了，哪儿还有脸拿作品上台呀？苏曼，我要是你，现在就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谢谢妈妈，妈妈做的衣服才是最漂亮的。王总，别高兴得太早，偷来的衣服穿在身上就不怕起疹子吗？死鸭子嘴硬，今天这个金奖，我们千禧家是拿定了。等颁奖结束，我就正式起诉你侵犯我们的名誉权，让你倾家荡产。爬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。获得本届年度设计金奖的作品是千禧服饰的《东方神韵》。感谢评委的认可，这件作品是我们千禧服饰的原创心血。对于行业里某些不要脸的抄袭者，我们绝不姑息。王总口口声声说是原创，那你能解释一下这件衣服上的细节吗？保安呢？快把这个疯女人赶下去！导播，把大屏幕切到这件衣服的领口暗纹处，放大10倍。我在设计这件衣服的时候，用了一种独创的防伪织法。在领口的暗纹里，我用同色系的丝线印上了3个拼音缩写 DB、EB、SB， 这是我3个孩子的小名，大宝、二宝、三宝的缩写。这不可能！你们不仅偷我的图纸，还照葫芦画瓢，连我的防伪标记都一起抄了过去。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原创。王总、李女士，你们涉嫌侵犯商业秘密和重大商业欺诈，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我就说苏丫头是个有本事的，这下咱们陆氏的招牌更亮了。太奶奶！这2个孩子的侧脸跟实验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，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。老陈，你拿这2根吸管再去拔几根实业的头发，连夜送到市里最好的鉴定中心，做最快的加急亲子鉴定。这件事必须保密，连实验都不能告诉。
是亲生的，真的是我们陆家的骨肉。老天保佑啊，我陆家有后了。石烨，你马上给我滚回老宅！你要是再敢对苏曼母子有一点不好，我打断你的腿！各位评理呀！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，现在他当了大领导，赚了大钱，连亲生父母都不认了。我老伴儿生了重病没钱治，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啊！我的命好苦啊！苏曼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你要是不给我们3000万的赡养费，我们今天就死在你们公司门口！打人了！大公司欺负老百姓了！3000万，你们也真敢开这个口！死丫头，你终于肯出来了，赶紧拿钱！要钱1分没有。你个白眼狼！我们养你这么大，你敢不给钱？信不信我去找媒体曝光你，让你身败名裂，连工作都保不住？去曝光啊，正好让媒体看看你们当年是怎么养我的。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们根本不是合法收养，是非法手续。这20年来，你们让我干最脏的活，吃最差的饭，最后还想拿我换彩礼。我今天没有报警抓你们，已经是我最大的仁慈了。我不管，反正你上了我们家户口，你就是我们家的人。你不给钱，我就天天来闹。张律师，证据都准备好了吗？苏总监放心，非法收养的证据链已经完整。我们已经向法院正式提交了诉状，申请撤销这段非法的抚养关系，并将您的户籍强制剥离。不仅如此，相关部门已经介入，他们试图敲诈勒索的金额，足够让他们进去踩几年缝纫机了。秦少，就是他，他现在有钱得很。臭娘们儿，当年让你跑了，今天我看你往哪儿逃！给我抓上车，带回厂子里好好调教调教。放开我！你们这是犯法！放开我妈妈！坏人！别怕，我来了。敢管老子的闲事儿！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在城郊这片地界，老子弄死你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。弄死我？我倒要看看，今天是谁死。把秦家砂石场所有强买强卖、暴力催烧、非法占地的证据，全部移交给相关部门。通知各方，全面切断秦家所有的资金链。我要秦家在海城今晚就出名。装什么？你打个电话就能让我家破产？做梦呢！你个小畜生，你到底惹了什么大人物？我们的砂石场被查封了，银行的贷款全停了，相关部门的人已经到家里来了，我们全家都要进去踩缝纫机了。大哥，
陆爷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带走，交给相关部门处理。曼曼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哇，好漂亮的蓝石头！陆叔叔，你看，这是从妈妈旧包包里掉出来的发光石头。这枚袖口是意大利顶级工匠纯手工定制的，全世界只有一对。6年前的那个夜晚，我把其中一只落在了帝豪酒店8806号房间。小三宝，告诉叔叔，这个东西你妈妈留了多久了？妈妈说，这是生下我们的时候就带在身边的东西。原来我苦苦寻找了6年的女孩，一直就在我身边。三宝，不要乱翻妈妈的东西。苏曼，这枚袖口，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这不关你的事，这是我的私人物品，还给我。怎么不关我的事？曼曼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当年那个女孩是你。6年前，帝豪酒店8806房间，那晚的人是我。你说什么？当年我被人暗算，误打误撞进了那个房间，我找了你整整6年，我发誓要对你负责一辈子。我没想到，老天爷竟然把你和孩子送回了我的身边。你别过来！你以为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就能抹平我这6年来受的苦吗？我被赶出家门，挺着大肚子在街头发传单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唉，行了，都别吵了。世燕，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？曼曼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一开始有眼无珠，在医院里误会你，让你受了委屈。是我没有早点认出你，让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多年的苦。陆叔叔，你为什么要打自己？因为叔叔做错了事，惹你们妈妈伤心了。大宝、二宝、三宝，我不是陆叔叔，我是你们的亲生爸爸。妈妈，他真的是我们的爸爸吗？是，他是你们的生物学父亲。陆时燕，你起来吧，不用在我面前演苦肉计。我苏曼绝不是那种凭着孩子就妄想嫁入豪门的女人，我不会依附于你，更不会依附于陆家。我爱的女人就是有着这样一身不屈的高骨。曼曼，我明白，我不会用豪门的规矩来束缚你，更不会用孩子来要挟你，我会用我余生的全部时间重新追求你，直到你心甘情愿的点头，做我陆时燕唯一的妻子。不能就这么让那3个来路不明的小崽子认祖归宗。一旦他们进了陆家的主仆，陆氏的家产就彻底没我们的份了。二爷，明天就是陆氏的年度股东大会了，陆时燕肯定会趁着这个机会，向所有股东宣布那3个孩子的身份。那我就在股东大会上当众揭穿那个苏曼的真面目。我要告诉所有股东，这3个孩子是苏曼在外面跟别的男人生的。陆时燕是被这个狐狸精迷了心窍，竟然拿公司的股份去倒贴一个不检点的女人。只要股东们闹起来，陆时燕这个总裁的位置也就坐到头了。各位股东，今天我有一件关乎公司存亡的大事要宣布。我们的陆大总裁竟然要把公司10%的股份
转让给一个带着3个不明身份孩子的女人。这种作风败坏的女人，只会让我们陆氏的名誉扫地，股票大跌。我提议立刻罢免陆氏业的总裁职务。陆副董，你说谁作风败坏？苏曼，这里是陆氏的最高级别股东大会，你一个打工的总监有什么资格进来？保安呢？把这个女人给我赶出去！我当然有资格，因为现在我手里握着陆氏集团15%的股份，我是除了陆总之外，陆氏最大的个人股东。不可能！你一个穷画图的，哪来那么多钱买股份？5%是老夫人自愿赠予我3个孩子的见面礼，剩下的10%是我用我个人品牌的专利费，在2级市场上正规收购的。就算你有股份又怎么样，也掩盖不了你带着3个来路不明的孩子勾引总裁的事实。陆副董既然这么关心公司的利益，那不如先解释一下大屏幕上的东西。这是伪造的，这是你陷害我！二叔，证据已经提交给相关部门，你涉嫌职务侵占和挪用公款，下半辈子就在里面好好反省吧。另外，董事会正式决定，强制低价回购你手里所有的股份，从今天起，你被彻底驱逐出陆氏集团。今天借着这个机会，我向大家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苏曼女士不是什么来路不明的女人，她是我陆时宴这辈唯一的挚爱。这3个孩子也是我陆时宴名正言顺的亲生骨肉。陆总，请问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婚礼？陆总，听说苏女士是陆氏的大股东，这是真的吗？我已经让律师做好了公证，我陆时宴名下的所有个人财产、房产以及陆氏集团的股权收益，从今天起，全部无条件转移到苏曼女士和3个孩子的名下。苏曼，你这个贱人，凭什么你能飞上枝头变凤凰？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！我给你5万块，你立刻启动所有的机器号，去给那个叫苏曼女人疯狂刷票，1晚上刷出100万票！老板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苏曼，等你的票数异常，我就去组委会实名举报你，我要告你数据造欺骗公众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，被整个设计圈封杀！如果换做别人，可能还在沾沾自喜，但这种关键时刻，越是异常，越是有人在搞鬼。立刻查一下我投票数据这些异常票数的 IP 来源。苏总监，这些票全部来自同一个虚拟 IP 池，是典型的水军刷票软件。我们截获了完整的网络日志和 IP 追踪记录，还有水军头子的后台交易截图。白薇薇以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就能毁了我，太天真了。同志，我要实名举报，有人恶意利用非法网络软件，对国家级评选活动进行数据篡改，企图破坏公平公正。白薇薇，你涉嫌非法利用网络软件破坏国家级评选活动，请你立刻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你们弄错了，我什么都没干，我是白家的大小姐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那个收了你5万块钱的水军头子已经全部交代了。
你的转账记录和聊天截图，我们已经全部掌握，带走。苏总监太刚了，面对黑产直接重拳出击，这才是真正有实力的设计师，不屑于搞下三滥的手段。曼曼啊，奶奶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，喘不上气了，脑袋也晕得很。妈妈快回来，太奶奶生病了！太奶奶，你不要下三宝。奶奶，三宝，我回来了。医生来了吗？快叫救护车啊！奶奶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曼曼丫头，别怪奶奶骗你，实在是有人等不及了，天天在我耳边念叨，奶奶只能出此下策，把你骗回来喽。妈妈，这是爸爸陪我们一起画的哦，你快看看喜不喜欢？曼曼，过去的我自大、傲慢，用最愚蠢的方式伤害了你，让你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受了那么多委屈。这几个月，我褪去了所有的总裁光环，只想做一个普通的丈夫和父亲。我不敢说自己是个完美的人，但我发誓，余生的每一天，我都会做你最坚实的盾牌，护你周全，支持你的梦想，绝不让你再掉一滴眼泪。苏曼女士，你愿意嫁给我，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吗？他会在我加班的时候默默送来温热的补汤，会在孩子们生病的时候整夜守在床边。够了，我愿意。妈妈答应了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叫你爸爸了吗？当然可以，我的宝贝们，爸爸等这一天等了太久太久了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这是陆家的传家宝，今天就交给你了。这是陆家祖传的镯子，只传给历代当家主母。奶奶今天把它交给你了。奶奶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你必须要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感谢你生了3个这么乖巧的孩子，也感谢你改变了实验。以前的实验就像个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，以前的陆家也是冷冰冰的，没有一点人情味儿。是你和孩子们把烟火气带回了这个家。你以前受了那么多苦，奶奶都知道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们陆家名正言顺的媳妇。以后要是实验敢欺负你，你直接告诉奶奶，奶奶拿拐杖抽他。奶奶，您放心，我和实验会好好过日子。曼曼，你今天真美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交拜。今天，当着所有长辈、亲友和媒体的面，我陆时燕立下誓言，这辈子，苏曼是我唯一的妻子，也是我唯一的底线。如果以后我惹她生气，让她受一点委屈，或者我做出了任何对不起这段婚姻的事情，我自愿净身出户。我名下所有的股权全部无条件归苏曼所有。陆总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全国网友都听着呢。以后你要是敢惹我，我就让你去睡大街。我说的，绝不反悔。这辈子我都给你打工。
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爸爸妈妈的婚礼。我爸爸以前虽然有点笨，总是惹妈妈生气，但他现在已经改邪归正了，是个好爸爸了。对，爸爸现在可听话了，他每天都给我们做饭，还会给妈妈洗袜子呢。我和哥哥们会好好监督爸爸的。要是爸爸敢不听妈妈的话，我们就带着妈妈离家出走，让爸爸一个人在家里哭。放心吧，爸爸这辈子都不给你们离家出走的机会。爸爸会把你们和妈妈永远捧在手心里。曾经的委屈、欺辱和苦难早已烟消云散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一家人将永远过着璀璨而幸福的人生。